市面上相机和镜头种类繁多，如果没有基本的摄影概念，当你走进摄影器材店，的确让人头昏脑胀，不知从何下手。其实购买器材时，不是价格越高越贵就代表着越好。这世界上只有最适合的相机，并没有最好的相机。大家好，我是 Andrew， 用镜头说故事。今天我们来聊聊新手该怎么选择一台适合自己的相机。我们决定购买相机之前，应该考虑第一个问题，就是购买相机的原因，是纯粹用在日常拍摄记录生活，还是专业拍摄创作？当你确定需求之后，你才开始选择相机，因为根据用途的不同，我们购买相机的考量也会有所不同。这里为大家整合几个常见的购买相机原因，大家一起来看看你的原因有没有在里面。拍摄人物、拍摄风景、旅行拍摄、街头拍摄、爱好收藏各款相机、专业摄影棚拍摄。实际上对大多数的人来说，购买相机的原因只是为了记录和分享生活。回到我们上集所说，手机已经基本满足我们记录生活的需求。不过，如果你内心有强烈的创作表达欲望，那么我们一起来进入下一个部分。在开始选择相机之前，我们首先要先了解相机的种类。相机大致分为以下几种：单反相机、微单相机、卡片相机以及传统胶片相机。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单反和微单。微单本质属于无反相机，它和单反结构上的区别就是没有反光镜。反光镜就是相机里一块可以活动的镜子，让摄影师可以通过相机上方的取景器看到镜头所捕捉到的画面。由于现在的数码相机发展迅速，现在的相机已经不需要传统光学结构来取景，反而可以直接让光线一直摄入 CMOS 实时显示画面，这就是所谓的电子取景器。配合时代的变迁，加上数码相机的发展，现在迎来了微单的时代。因为微单不需要反光镜，所以它的机身可以做到很薄很轻，同时连拍速度也比单反来得快。因为单反相机在拍照时要先升起反光镜，然后打开快门进行曝光，每次曝光之后要关闭快门帘和降下反光镜，所以在连拍的速度上，这些复杂的步骤就会显得有点拖后腿。如果大家在单反和微单之间纠结的话，我个人建议是选择微单相机，因为在相同性能的情况下，它可以做到更小、更轻便。然后还有卡片相机，它的特点是非常小巧、轻便，放在口袋也不会有任何的负担。这种卡片相机一般都配置着不可更换的镜头，不过基本都覆盖了常用的广角到长焦的需求。对于轻装旅行来说，它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但是卡片相机的缺点在于它欠缺手感和续航能力较差。以上我说的都是数码相机，还有一种相机就是传统胶片相机。不过谈论到胶片相机，它的信息量会很大，我无法在这个影片完整介绍。如果大家对胶片相机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。根据大家的留言，或许之后我会制作一期影片来完整深入介绍胶片相机。接下来我会为大家简单介绍市面上常见的各大品牌相机。Canon 是一个出了名相机屏幕质量好的品牌，加上镜头配合度高，它除了可以配置原厂出色的镜头，它还能配置其他品牌厉害的镜头，为摄影师创造很好的镜头生态圈。虽然总体表现可能比不过其他牌子同价位的相机，不过它用起来很舒服，也让我们有更多便宜好用的镜头可以选择。Nikon 的特点是手感都一直做到很好，相机性能很强，在产品上能给的都做到位，很有日本匠人的精神，但同时也表现出
传统老匠人的古板和固执。Sony 一直以来都是 Canon 和 Nikon 的竞争对手。自从 Sony 推出 A7 系列微单相机，它把相机引领到了微单时代。Sony 的照片和影片能力都样样均衡，但最为突出的是它的自动对焦。只要它说第二，就没人敢说第一。Fuji 从胶片时代到现在已经有好多年的历史，但是他们依旧不忘初心，仍然在生产胶片相机。它的特点和胶片有着很大的关系，正因为它是这些相机厂商中唯一一个有在生产胶片的厂商，所以它的相机有独特的色彩科学，也有着很多胶片滤镜。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牌子，我就不在这里一一介绍了。基于性价比的考量上，主流的入门相机一般都是 Sony、Canon、Nikon 和 Fuji 中做选择。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画幅。画幅就是 CMOS 的大小。根据上集所说， CMOS 的面积越大，画质就越好。现在相机按画幅主要分布为 APS-C 画幅、全画幅、中画幅、大画幅。APS-C 多数都是入门相机的选择，当然它们的画面也相当优秀。全画幅就比较贵一些，高端一些，普通用户完全够用。中画幅就属于专业领域了。现在各大的品牌在机身防抖上都做到了不错，如果机身防抖再加上镜头防抖，对于手持拍摄真的会有很大的帮助。所以机身防抖和镜头防抖都很重要。在静态拍摄，对焦能力其实没什么影响，但是在影片拍摄和运动对焦方面，就需要一个很好的对焦能力。因为在拍摄视频时，相机要不断的改变对焦点，来保持主体时时刻刻保持清晰。除了以上几点，续航能力也很重要。如果续航能力不好的相机，你可能在拍摄不到几分钟就需要更换电池了。不过目前很多微单相机都做到了 USB 充电，可以边拍边充，让我们使用起来非常方便。以现在的趋势，很多相机都很重视这个功能。如果只是普通记录生活，那其实只要注意自动对焦这点就行。如果你要深入研究影片拍摄的话，你可以选择有 4K 和 Log 功能的相机。现在多数网络上的影片都开始慢慢 4K 化，这将是未来的趋势。至于 Log 功能，就是在我们拍摄影片时能得到更高的宽容度，记录更多细节，让我们在后期调色有更多的可能性。接下来我会在入门相机品牌中各自推荐一款型号让大家参考。Sony A6000 是在马币3000多价位非常好的选择，它的画质优秀，宽容度高，对焦速度快，拿来拍照和拍影片表现都算不错。Canon M50 是配置很平均的入门微单，是个安全的选项。它的对焦系统支持实时眼镜对焦，而且可以翻转屏幕，适合拿来拍 Vlog。Nikon D5600 是有着进阶功能的入门单反相机，4代处理器，39点对焦，自带自动对焦马达和旋转触屏幕。Fuji X-T200 高颜值的文艺复古机，触摸式翻转屏，支持 USB 充电，最适合拍摄胶片滤镜支出照片和 4K 无裁切视频的一台入门微单。选择相机就好像选择伴侣一样，不一定要找到最漂亮的或者最帅气的，也不一定要找到最有钱的，最重要的是找到最适合你的另一半。当然有人考虑一步到位，直接购买一款很好的相机，然后长时间不更换了。其实这样想也没错，但我希望大家对于自己选择的相机有足够了解的前提下才进行购买。大家要知道的是，每个品牌的相机在操控方面上都有自己的特点，
因此你的选择也会培养你的使用习惯。所以选择了一个品牌的相机，通常几年是不会换的。作为入门摄影爱好者，选择一台够用的相机，然后把剩下的预算花在镜头上，才是明智的选择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。如果你对拍摄有兴趣的话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分享我的频道，我会一步一步陪伴你从摄影小白到专业摄影。